今天我们要来更换水帮浦。水帮浦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空间非常的狭窄，所以为了更换这个水帮浦，我们要拆掉会妨碍我们更换的元件，比如说这个铁架。还有上面副水箱的管路，还有这边 evap， 还有汽油管的这些管路都要移除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下方有一个进气的塑胶的硬管，大致是呈一个直立状的，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，最后把空气导入节气门的这一个硬管呢，我把3颗螺丝拆掉之后呢，从引擎下方拿不出来，引擎上方也拿不出来，所以我最后呢，还把这个进气调节阀以及它两边的这个硬管都拆掉，最后才有办法把水帮浦给拆掉。这一颗就是水帮浦，它有2个皮带盘，靠引擎外侧的皮带盘，它是由综合皮带所带动。当引擎一发动的时候呢，综合皮带所带动的这个皮带盘呢，它会驱动里面的叶片，冷却水就是长时被水帮浦所带动，来冷却我们的引擎。至于靠引擎内侧的这个皮带盘呢，它是连接机械增压器，它并不是长时都在运作的。如果我们的行车电脑认为需要启动机械增压的时候，它就会供电，然后让这2片吸合，它就可以同时去带动我们的机械增压器。那现在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之下，它们2个是没有结合的。这个增压管已经拆下来了，除了这边1颗螺丝，这边2颗螺丝以外，这一个管子呢，接到这里比较不容易拆下来，你有可能需要把这一堆管子的固定螺丝，这2颗先放松，比较容易把它从这边拆下来。我把碍手碍脚的物件呢，我都先移除。比较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个汽油油管，它这个呢要先往下压，然后再往上提，那应该是要按这2边这个小的这个卡榫释放的钮，才能够拉起来。所有可能污染到引擎的油路，还有这个空气的这个管路，最好都用个塑胶袋什么的，把它挡起来，避免污染。接下来就要把引擎的这个下护板给拆掉。这块板子有7颗螺丝，下护板拆掉就是像这样。另外要把这边皮带拆掉的话，
我们的右前轮的这个轮拱里面有一个塑胶的这个护罩，要把它拆起来，然后右前轮也拆起来，比较方便，我们可以来施工。我们到车底下来看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拆下来的增压空气管，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管子，然后连到这个中冷气的入口，从靠近车头这边的冷却水管卸下冷却水，这个水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不过呢，我们是从车底下去放水就是了。这就是漏下来的水箱水，没有很多。等一下拆掉水泵浦之后，还会有一些水漏下来。这个就是我的车底作业的地方，左右两边都有顶车架，右边呢千斤顶留在原地做保险。那我还有一个简式的千斤顶，也顶在右边当保险。左边呢放右前轮拆下来的轮胎，而且再放一只顶车架，这样我觉得是蛮安全的啦。胎拱拆下来了，我们现在就比较容易来处理这个皮带的问题了。那拆下来，它就是一个塑胶壳，就长这样。这一支增压的导管啊，3个螺丝拆松了之后，很难从车子底下拿出来，所以我要从引擎室把它拿出来，就只好把这个进气歧管的这一些全部都拆下来。现在综合皮带已经拆掉了。综合皮带它有2个张紧器，这2个通通都要用6角扳手或者一根铁针啊，来把它固定。刚刚那个是下面，上面的就是这里。那机械增压也是一样，水泵浦那边也是有一个调整器，一样要拿一根铁棒，大概6角扳手3mm 左右的，然后把它固定住，这时候皮带就是松的了。机械增压皮带的张紧器拆下来之后，就可以把带动机械增压的这一个拿下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拆水泵浦了。水泵浦终于拆下来了。拆水泵浦的时候，漏出来的水，大概跟我
稍早从前面的水管漏的差不多，应该总共4-5公升，应该跑不掉。最后再拆机械增压器的这个皮带张紧器。第一个当然是先把这个张紧器，把它往车头的方向搬，然后用一个 pin 把它插进去。一般6角扳手会太长，会被那个机械增压器的塑胶外壳卡到，所以我把3mm 的6角扳手给切掉，成为一根细长的铁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拆掉2颗固定螺丝，这个也容易。不过呢，这个拆下来之后，这个机械增压器的皮带轮上面的这一颗螺丝啊，就不是那么好拆。它必须要用16号的开口扳手去固定机械增压的那个轴。那这一颗螺丝也是16mm，就是在这边空间比较小，比较没有施工的力矩。最后要把水帮浦拆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左上、右上、左下3颗螺丝。左上跟左下都在很开阔的地方，很容易拆。就是这个右上角这一颗螺丝它被铁件遮住。水帮浦右上角那颗螺丝，它藏身在这个应该是正时机构的这个铁壳的下面，所以呢，用 T30的螺赖把太长，会去卡到冷气管；用一般的这个套筒，这个又太粗会去卡到。它这个洞其实很小，伸不进去。最后是出洞，这个最后是出洞这一种2分的迷你扳手，它的那个直径比较细，才有办法从这个正时这个外壳，正时链条这个外壳下方的那个空间进去拆水帮浦的右上角那颗螺丝。水帮浦已经装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这个算是一个普利啊，要把它锁回去。左边这个是原厂的大皮带，右边这个是淘宝买的所谓原厂的大皮带，重量原厂的比较重，跟那个机械增压的皮带是一样的，而且呢，看起来它们材质好像不大一样，很明显啊，你会感觉到原厂的这一个皮带呢是比较硬的，可以这么讲。印刷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啦，但是拿在手上感觉确实不大一样。我决定还是继续沿用原厂的皮带好了。这个综合皮带啊，它的调整机制呢有2个，一个在中间这里，一个在上面。用这一种16号的扳手呢，感觉已经很大只了，但是力矩老实说还是不大够，所以调整得很辛苦。
下次可以买长一点的。好了，看起来是没有漏水了。综合皮带，还有水帮浦机械增压的皮带，也都正常，也没漏水。